扬子春日游大明湖，超然楼留影引粉丝热议。在春日的暖阳下，大明湖畔的风景如画，著名演员杨紫的身影仿佛是一幅活生生的画作，闪耀在人们的视野里。她的到来不仅是一场自然的踏青，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。当她站在超然楼前，微风拂过她柔软的发丝，阳光洒在她清秀的脸庞上，那一刻，仿佛时间凝固了，所有的美好都凝聚在这一刻。她的眼神清澈而深邃，宛如湖水一般纯净，仿佛能洞悉世间的一切。在照片中，杨紫的笑容灿烂而纯真，仿佛是阳光洒落在湖面上的涟漪，温暖而美好。她的笑容不仅感染了身边的人，更感染了网络上的粉丝，让人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希望。对于粉丝们来说，能够看到偶像在如此美丽的景色中尽情享受，心情无疑是愉悦的。他们纷纷在网络上留言，表达对杨紫的喜爱和祝福，希望她能够一直快乐幸福，像这春日般美好的一天一直延续下去。而对于那些未曾亲眼见过杨紫的人来说，通过照片，他们也仿佛置身于大明湖畔，感受到了那份宁静与美好。或许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，这样的一张照片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丝慰藉与安慰，让他们暂时忘却身边的烦恼与压力。对于杨紫来说，这次踏青或许是她繁忙生活的一次难得的放松与享受。在这美好的春日里，她能够远离喧嚣，与自然亲近，感受大自然的魅力。这对于一个长期处于镁光灯下的演员来说，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奢侈与享受。当然，这张照片背后所代表的意义远不止这些，它还代表着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，代表着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保护，更代表着对内心深处的宁静与平和的追求。总之，这张照片所带来的情感是丰富而深刻的，它让人感受到了美好生活的可能性，让人感受到了自然的魅力与力量，更让人感受到了心灵深处的平静与宁静。愿这份美好与祥和能够一直延续下去，永远伴随着每一个人的心灵。在这次春游中，他选择了大明湖这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目的地，这不仅是为了展现他对经典剧集《还珠格格》的致敬，更是为了彰显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。大明湖，一方湖水，千年文化。他的脚步踏入这片湖畔，仿佛踏入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。湖水静谧，周围的建筑古朴而庄重，时光仿佛在这里停滞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。对他来说，选择大明湖并不仅仅是为了寻觅美景，更是一次心灵的回归和文化的追溯。《还珠格格》作为一部经典的古装剧，不仅陪伴了他的成长，更是激发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。而大明湖作为剧中情节的重要场景之一，更是让他怀着崇敬之心而来，怀着对历史和传统的敬畏而航。站在湖畔，他凝视着那一方碧水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悠悠古韵在耳畔萦绕。湖水如同一面明镜，映射出他眼中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珍视。在这一刻，他感受到了心灵的澄明和思想的升华，仿佛是与古人心灵相通，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。而在这片湖畔，他不仅是一位旅行者，更是一位传承者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珍视。他走过每一处古迹，细细品味着每一段历史，用心去感悟着这片土地所承载的文化底蕴，用眼睛去记录着每一个美丽的瞬间。此次春游不仅是一场对自然的感悟，更是一次对文化的追溯和传承。他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传递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珍视，用心去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，让它在时光的长河中永葆青春，永远流传下去。因此，当他选择大明湖作为春游的目的地时，他不仅是在寻找美景，更是在追寻心灵的归宿。在这片湖畔，他找到了自己心灵的栖息地，找到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守，也找到了对自己内心最深处情感的释放和宣泄。在超然楼前，杨紫身着轻松的春装，笑容灿烂，与古建筑交相辉映，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妙的画面。
春日踏青，大明湖畔，超然楼前，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，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，感受着那份沉淀已久的厚重，以及自然赋予的清新与活力。他站在超然楼前，凝视着远方，仿佛在思考着岁月的流逝与人生的意义。他的笑容如同春风拂过，温暖而明媚，给人以希望与欢愉，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意义。而背后那座古老的建筑，见证了无数故事的发生与变迁，如今与他的笑容相映成趣，更加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与庄严。站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场所，他不仅是一个演员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传承者。他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示着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珍视，用心去感受着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，用眼睛去记录着每一个美丽的瞬间，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激。这一幕在网络上迅速引起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和共鸣，他们纷纷留言表示，也想跟随他的脚步，去感受那份宁静与美好，去体味历史的沉淀与传承。这不仅是对杨紫本人的喜爱和支持，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和传承，是一种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表达，也是对心灵归宿的追求。在这个春日的午后，超然楼前的一幕，不仅是一场自然的踏青，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。它让人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自然的清新，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意义，让人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平静与宁静。愿这份美好与祥和能够永远延续下去，伴随着每一个人的心灵，成为人生中最美丽的风景。杨紫这一举动不仅仅是为了提供给粉丝们春日出游的新选择，更是再次展现了她作为公众人物的巨大影响力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传递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，鼓励大家走进自然，感受文化，为粉丝们带来了一股正能量。对于粉丝们来说，杨紫不仅是一个演员，更是一个值得敬仰和学习的榜样。她的行为激励着粉丝们积极生活，积极向上，不断探索和发现生活中的美好。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现实生活中，她都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环境的珍视，让粉丝们深受感动和启发。通过这次春游，杨紫再次证明了她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和责任感。她不仅仅是一位演员，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众人物。她用自己的影响力引导着粉丝们关注自然环境，感受文化底蕴，传递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，为社会传递着正能量。这一行为也让人们重新审视了公众人物的价值观和影响力。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，杨紫以身作则，不仅为粉丝们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，也为社会传递了一种正能量。她的行为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担当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在当下社会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尤为珍贵，而杨紫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向世人传递着这种正能量。他的行为不仅鼓励着粉丝们积极生活，更激励着社会各界关注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因此，杨紫的这一行为不仅仅是为粉丝们提供了春日出游的新选择，更是向世人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责任感。他的行动激励着人们关注自然环境，感受文化底蕴，为社会传递着一股正能量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据悉，杨紫目前正忙于拍摄新剧，而这次春游则是她短暂休息的时间。对于粉丝们来说，他们期待着杨紫能够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，同时也希望在她的引领下，能够发现更多生活中的小确幸。对于粉丝们来说，杨紫不仅是一位演员，更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支柱。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像是一盏明灯，指引着粉丝们前行，在他们迷茫时给予力量，在他们困难时给予鼓励，在他们快乐时与他们共享喜悦。而此次春游，更是给了粉丝们一个与偶像相近的机会，让他们仿佛置身其中，与杨紫一同感受着春日的暖阳和大自然的美好。
杨紫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粉丝们期待已久的盛宴，他们期待着看到杨紫不断挑战自我，突破自我，在影视剧中塑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角色形象，带给观众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每一次杨紫的出现，都像是一场文艺盛宴，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心灵的触动和情感的共鸣。而在粉丝们的期待之外，他们更希望能在杨紫的引领下，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人们常常忽略了身边的美好，而杨紫则以她独特的视角和情感，将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呈现给粉丝们，让他们重新审视生活，发现其中的美好与幸福。无论是一朵盛开的鲜花，还是一片静谧的湖水，都有可能成为生活中的小确幸，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，用心去发现。因此，杨紫的每一次行动都在激励着粉丝们积极生活，珍惜当下。在她的引领下，粉丝们学会了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，学会了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幸福的踪迹。杨紫不仅仅是一位演员，更是一个给人启迪和鼓舞的精神领袖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粉丝们的生活态度和情感观念，让他们在她的引领下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前有琼奥斯卡，后有菜市场送洗手液，杨紫的宣传团队是怎么回事？这几天，几张图片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。照片中，菜市场的门口人头攒动，一群大爷大妈正排队领取礼品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参与承欢季电视剧的问题回答活动。另一边，某商店也因为宣传杨紫主演的电视剧《要99爱》而推出了下载豆瓣并为其打5星送盐的活动。这种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虽然能吸引眼球，但却实在让人感觉很低俗。这些照片背后所传递的信息引起了人们的思考。一方面，它反映了影视剧宣传的新趋势，以参与互动活动吸引观众的注意力；另一方面，它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商家和影视剧宣传手段的质疑和反思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不断被各种宣传方式包围，但很多时候，它们只是简单的吸引眼球，并不能真正触动人心。菜市场门口的排队领礼品活动虽然吸引了众多群众的参与，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一种商业化的味道。影视剧作为文化产品，应该更多地关注作品本身的质量和内涵，而不是通过一些低俗的宣传手段来获取观众的关注和支持。这种以物质奖励来换取观众支持的做法，不仅容易陷入功利主义的怪圈，也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和厌倦情绪。另一方面，商店为了宣传杨紫主演的电视剧而推出下载豆瓣并为其打5星送盐的活动，虽然看似有创意，但实际上却让人感觉很无聊。这种低级趣味的宣传方式，不仅无法真正吸引到目标受众，反而可能让人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。在当今社会，人们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和文化品味，而这种浅薄的宣传方式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。综上所述，这些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虽然能吸引眼球，但却缺乏文化内涵和艺术品味，给人一种低俗和庸俗的感觉。影视剧作为文化产品，应该更多地关注作品本身的质量和内涵，而不是沦为商业利益的工具。希望未来影视剧的宣传能更加注重文化传播和精神追求，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艺术享受和心灵触动。这样的宣传方式让人不禁联想起了之前琼奥斯卡的笑料。娱乐圈里的明星们往往为了宣传自己或是抹黑对手，而使用网络水军来进行数据营销，已经成为了行业内的常态。然而，这种宣传方式却充满了荒谬和可笑之处。众所周知，网络水军通常只会根据关键字进行识别，然后进行数据推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多网络水军并不具备足够的智能，他们只会机械地执行任务，而忽略了其中的逻辑和情感因素。正是因为这种机械化的操作，导致了一些笑料的产生。比如说，杨紫琼和杨紫这两个名字中都有杨紫的姓，但实际上是两位不同的人。
然而，网络水军却因为前面的2个字相同，就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。这种荒谬的认知错误，不仅让人捧腹大笑，也揭示了网络水军行为的愚蠢和可笑之处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网络水军的存在给了很多人带来了困扰和不便。他们的存在不仅污染了网络环境，也扭曲了人们对于信息的认知和判断。然而，对于这些机械化的操作者来说，他们往往只是在完成任务，而忽略了其中的价值和意义。相比之下，像琼奥斯卡这样的笑料，虽然令人捧腹大笑，但也反映了网络水军行为的荒谬和可笑之处。在这个信息时代，我们需要更加警惕和理性地对待网络信息，不被表面的光鲜所迷惑，更要学会辨别信息的真伪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判断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，让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畅通，让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获取到真实、有效的信息。于是，每当有杨紫琼的新闻出现时，底下讨论的对象往往不是杨紫琼，而是杨紫，让不少人看的是一头雾水。时间长了，难免对杨紫心怀不满。这样的现象终于在杨紫琼荣获奥斯卡后达到了顶峰，因为是华人第一次取得影后奖项，所以这件事得到了极大的关注。一时之间，在新闻底下或者是讨论区域里，水军机器人和长期对杨紫不满的黑粉都纷纷开始刷屏恭喜杨紫，把这件事搞得人尽皆知。琼奥斯卡的笑料就此诞生，杨紫也成了黑粉口中的海南影后，是琼奥斯卡的获得者。杨紫作为当今娱乐圈的当红小花旦，她的名字几乎成了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代名词。她主演的每一部电视剧都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议，不仅因为她出色的演技，更因为她独特的魅力和迷人的气质。然而，一个艺人要在娱乐圈中走得更远，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外，宣传团队的作用也至关重要。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娱乐圈，艺人的形象和口碑至关重要。一个优秀的宣传团队能够有效地提升艺人的知名度和形象，为其赢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他们不仅要善于运用各种媒介和渠道进行宣传推广，还需要懂得把握时机，及时回应各种负面消息，保护艺人的形象不受损害。杨紫的成功离不开她背后团队的支持和辛勤努力。他们用心策划各种宣传活动和营销策略，让杨紫的名字深入人心，成为了无数粉丝心中的偶像。同时，他们也懂得如何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负面消息，及时进行危机公关，保护杨紫的形象和声誉。一个优秀的宣传团队不仅要有专业的技能和经验，更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。他们要善于捕捉时代潮流，把握观众的喜好和心理需求，创造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和形象。同时，他们还要不断创新，探索新的宣传模式和渠道，使艺人的形象能够与时俱进，保持活力和吸引力。对于杨紫来说，她所拥有的优秀宣传团队无疑是她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。在他们的精心策划和努力下，杨紫的名字如日中天，成为了当今娱乐圈中不可忽视的存在。他们的默默付出和辛勤努力，为杨紫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支持，也为她未来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杨紫的宣传团队在面对琼奥斯卡的笑话和低级宣传时，确实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策略。就像水军混淆杨紫和杨紫琼的乌龙一样，这些宣传失误虽然起初只是小范围的传播，但却在后来因琼奥斯卡事件引发了极大关注，让人们看了笑话。这样的宣传失误不仅让人觉得尴尬，更可能对杨紫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。在当今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，信息传播的速度之快，娱乐圈的八卦也让人们无处不在。一旦出现了负面事件，很容易引发公众的围观和议论，给艺人的形象带来不利影响。因此，杨紫的宣传团队必须引以为戒，吸取经验教训，提高策划水平和执行能力。他们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宣传方式，避免使用低俗、低级的手法，保护好艺人的形象和声誉。同时，
他们也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回应负面事件，及时进行危机公关，有效化解危机，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响。在面对外界的各种挑战和考验时，一个强大的宣传团队不仅要有足够的智慧和策略，更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团结的力量。他们要与艺人紧密合作，共同面对挑战，共同成长进步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够保护好艺人的形象和声誉，让其事业更上一层楼，走得更加长远。在这个娱乐圈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，杨紫的宣传团队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，不断学习进步，不断创新发展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够应对各种突发事件，稳固艺人的地位，为其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